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易采。有时候我特别喜欢观察街上的人，不是为了看穿搭，而是想看看那些真正有气质的女人究竟是怎么穿搭的呢？我家附近有位68岁的阿姨，姓林，她住在街角的一栋老公寓里，每天早上都会准时下楼买一杯拿铁。风很轻，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洒下来，她走得不快，头发花白，但总是梳得整整齐齐，身上穿着一件米白色针织衫，配一条浅灰长裤，脚上那双小皮鞋干净到能照出影子。每次看到她，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，不是因为她穿得多贵，而是那份从容淡然，不必证明什么的优雅。后来我发现她衣柜里的衣服就3种颜色，首先是米白，米白是所有颜色里最懂人的一种，它不张扬不刺眼，却能在不动声色之间让一个女人的气质慢慢被柔化。我常说米白不是白，白是锋利的纯粹的，有时候甚至有点冷，而米白是温柔的包容的，带着一点岁月的柔光。女人上了年纪以后，皮肤不再紧致，线条不再分明，如果这时候还穿纯白，反而容易显得僵，显得冷。但米白不同，它就像一层柔光滤镜，能把你的气色化硬为柔，把皱纹的存在都变成故事的痕迹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那位林阿姨穿着一件米白色针织衫，外搭一条米白亚麻披肩，整个人在阳光下像被光包围着。那天她在花店门口挑花，阳光透过玻璃打在她脸上，她微微弯着腰，轻轻摸了一朵白玫瑰。真正的优雅不需要颜色去撑，米白的妙处在于它能中和任何过强的情绪。当你心烦意乱，穿上米白，心就会静下来。当你想低调一些，米白能让你变得柔软，但不失存在感。有的朋友问我，易采，米白不是容易显胖吗？我穿浅色就怕显臃肿。其实呀，这就要看搭配和质地了。如果你选的是有支撑力的面料，比如棉麻混纺、细针织、轻挺雪纺，它就不会贴身，反而能修饰身形。再分享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上浅下深原则，上半身米白，下半身深灰、深卡其，这样一浅一深的对比会让重心往上移，显得人更精神更修长。如果你想整身米白也没问题，那就用材质去分层，比如针织加丝巾，或者棉衬衫加羊毛外套，同色系不同材质就会自然产生高级感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米白最适合搭配金色或珍珠配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种光泽都带有柔性反射，它们不会喧宾夺主，只会让肤色更温暖。戴一对小珍珠耳环或者金色圆环耳饰，整个人的气场就会从普通变成温柔的光。从心理层面上看，米白其实象征着接纳，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温柔对待。年轻时我们穿黑是为了显瘦显酷，穿红是为了被注意，而到了中年之后，一个人如果能安心地穿上米白，那说明他的心已经放下了证明，他不再急着讨好谁，也不再需要通过颜色来定义自己。他穿的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我温柔，但我有力量。有一次，我看到林阿姨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旧书，阳光正好照在她的米白针织衫上，她的头发被风轻轻吹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温柔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有分寸的力量。米白就像这样的力量，它不炫目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其次是灰色，灰色是一种特别有分寸感的颜色，它不讨好谁，也不拒绝谁，它安静却有力量。在色彩心理学里，
灰是中性的代表，它介于黑与白之间，没有极端，却能把两种极端都包容进去。就像那些经历过人生风雨的女人，不再非黑即白，不再争个输赢，她们懂得适可而止，也懂得留有余地。我记得林阿姨在秋天时最爱穿灰色，她有一件灰色羊毛外套，已经穿了10几年，布料有点旧了，可线条依然挺阔。每次她穿上那件外套走出来，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。那天她在街角的咖啡店坐着，点了一杯卡布奇诺。我远远看着她，灰色外套衬着她银白的头发，一切都那么协调沉静。灰色不是沉闷，而是一种收的力量，它不张扬，却能让人有安全感。灰色的妙处在于，它是智慧的象征。穿灰色的女人往往不是想吸引目光，而是已经学会内在的丰盈，比外表的热闹更重要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爱鲜艳，爱变化，总觉得颜色越多越时髦。但慢慢的，我们发现，那些能真正陪你走过岁月的，不是颜色的热度，而是气质的温度。灰色恰好就是那种温度，不冷不热，恰到好处。从穿搭的角度来看，灰色也特别百搭，但想穿得高级，要避开那种死灰色，而是选择带一点暖调的灰，比如浅雾灰、燕麦灰、石英灰。这些颜色带着一丝米调，会更亲肤、更温和。我经常推荐大家这样搭配：灰加白，干净通透；灰加卡其，自然高级；灰加粉，柔中带亮，不显老，反而提气色。有时候你只要一条浅粉丝巾，就能让灰色火起来。灰色还可以玩层次感，比如同色系叠穿，浅灰针织加深灰外套，再配一条银灰围巾，整个人就像一幅静物画，层次丰富却不喧哗。我特别喜欢那种灰中带气的女人，她们不多话，却有一种稳稳的存在感。她们不需要靠明亮的颜色来表达自己，因为她们的内在早已丰盈到不需要证明。记得有次冬天，我和林阿姨一起去超市，她穿着一件灰外套，里面是一件白色毛衣。我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您这身看着真舒服，怎么搭的呀？”她淡淡地笑了笑。我也不懂搭配了，我就记得灰配白，看着干净。她边说边理了理袖口，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，她的高级感其实来自一种生活习惯。她永远让自己干净、整齐、自在。衣服是灰的，但她的人是亮的。有的朋友会觉得灰色太老气，但其实灰色穿的年轻的关键在于材质要轻，线条要顺。比如灰色针织衫加9分裤，灰西装外套加白 T 恤加牛仔裤，这样穿会让整个人有一种松弛的知性感。你看那些巴黎街头的女人，日式极简风的阿姨，她们都爱灰，因为灰是有界限的温柔。我常说，黑色代表控制，白色代表纯净，灰色代表智慧。而真正走过生活风雨的女人，最后都会穿上灰色，它让你在人生的杂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节奏。它教会你什么叫留白，什么叫不过度。灰色的女人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她懂得用柔软去包裹坚定。她不需要吵闹，也能让人记住。正如那位林阿姨，她穿着灰外套走过街角，不管灯光多昏暗，她依然是人群中最让人想多看一眼的人。第3种颜色，藏蓝色。有一种颜色，它的深度恰到好处，不像黑那么冷，那么强势，也不像蓝那么明亮，那么稚气。它是深蓝，却藏着一抹沉静的光。我们叫它藏蓝。藏蓝是我见过最有格局感的颜色。它不喧哗，
却最能衬托一个女人的分寸与深度。我第一次被这种颜色打动，是看见林阿姨参加一个社区聚会。那天大家都穿得花里胡哨，有的穿红，有的穿绿，只有她穿了一条藏蓝色的长裙。裙子不是名牌，但那种低调的质感一眼就让人心安。她的银发盘在脑后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。她坐在人群中，不发一语。可奇怪的是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往她那边看。那一刻我懂了，真正的气质是静默里的力量。藏蓝是一种会呼吸的深色，它既有深色的庄重，又有蓝色的理性。在色彩能量里，蓝色象征冷静、智慧与信任，藏蓝则是蓝色的成熟版，是一个女人在人生下半场最合适的底色。很多人穿黑色觉得显瘦有气场，但黑色太硬会放大皮肤的暗沉，而藏蓝不同，它像夜空，不吸光反而映人。它有深度却不死板，它有分量却不压人。我常说，会穿藏蓝的女人往往不争却赢，她们懂得克制，懂得留白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，什么时候该退场。藏蓝的美在于看似简单却极有层次。你可以穿一件藏蓝连衣裙，配一条白丝巾，优雅而不老气。你也可以穿一件藏蓝西装外套，里面搭白 T， 下身配牛仔裤，随意又知性，像极了那些有故事、有思想的女人。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朋友的画展，现场有不少中年女士都穿着明亮的颜色，但有一位大姐吸引了所有目光。她穿一件藏蓝风衣，系着腰带，肩背挺直，神情从容。当她轻轻走过时，那种稳中带光的气场比任何珠宝都耀眼。她站在那里，不需要一句话，别人就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故事。藏蓝的魅力还在于她的情绪稳定感，它让人看着安心，也让自己变得平静。当一个女人穿上藏蓝，那种稳，那种底气是岁月赠予的。年轻时的蓝是天空，中年的藏蓝是夜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内，前者追风，后者藏光。在穿搭上，藏蓝也特别耐看，藏蓝加白，干净理性。最经典的配色，藏蓝加米色，温柔低调的对比，特别适合秋冬。藏蓝加橙棕配饰，温暖中带亮点，让整体不沉闷。如果你不确定今天穿什么出门，选藏蓝准没错。无论约会、通勤还是聚会，它都能帮你稳住场面。从心理层面上讲，藏蓝代表的是沉稳与信任。穿藏蓝的女人通常让人觉得可靠、有内涵。她们的魅力不是第一眼的惊艳，而是第二眼、第三眼的沉醉。你会发现她们越看越有味道。有一次我问林阿姨，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藏蓝？她笑着说，因为它让我安静，穿上它我就觉得自己能慢下来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上还拿着一件洗得有点褪色的藏蓝衬衫，那是她老伴儿走后她最常穿的一件衣服。她说那颜色看久了会想起夜空，人走了可夜空还在。那一刻我听懂了，对她来说，藏蓝不仅是颜色，还是一种陪伴，一种内心有光的深度。这让我想到一句话，真正的成熟不是无欲无求，而是欲有所止。藏蓝就是这样的存在，它有力量，但从不外露；它有锋芒，但藏在温柔里。穿藏蓝的女人不需要解释，也不需要比较，她们已经活成了一种宁静的丰盛。有人说，穿衣不追流行就会被时代淘汰，但我常想，流行到底是什么？是别人告诉你今年该穿什么，而气质是你自己决定这一生该穿什么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追流行，想要融入人群，想要被看见。可到了一定年纪，
你会发现流行换得太快，而你花了太多时间去做一个别人眼中的时髦人。可是流行从来不会为谁停下脚步，唯有气质才能陪你走得长久。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去年冬天，我们社区举办年末茶会，现场的阿姨们都精心打扮，有人穿亮片毛衣，有人穿红格大衣，甚至有人披了豹纹披肩。林阿姨那天只穿了一身米灰蓝，上身米白针织，下身浅灰阔腿裤，外搭一件藏蓝大衣，整个色调干净得像冬天的阳光。她一出现，整个空间都静了一下，不是那种惊艳的静，而是一种舒服的安静。那种气质不靠衣服的价钱，也不靠时尚的标签，靠的是一个女人对自己的了解。我后来和她聊天时，她轻轻说了一句话：我年轻时候也爱买衣服，每次流行什么就跟着买，结果衣柜塞满，自己却越来越没方向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底色，穿得多不代表懂得穿，懂得舍才是真高级。这句话我记了很久。是啊，衣柜越空，心越满。当你不再追着潮流跑，反而能静下心来，去发现什么颜色、什么剪裁最能让你像自己。有一次，我在地铁上看到2位中年女性，一位穿荧光绿的羽绒服，搭一条豹纹围巾，整个人被颜色淹没；另一位穿着米灰毛呢外套，脖子上系一条浅蓝丝巾。她静静坐在那里，连翻书的动作都特别优雅。我忍不住看了她很久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明白，流行是让你被注意，气质是让你被记住。女人的穿搭其实就是她的修养。那些真正有味道的穿衣方式，往往不是模仿出来的，而是时间沉淀出的结果。年轻的美在脸上，中年的美在骨子里。骨子里的美是分寸，是克制，是温度。流行会老去，但气质会和你一起成熟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：时尚会过期，但风格永存。所谓风格，不是你穿什么，而是你穿出来的生活态度。当你敢于不追流行，不盲目，不取悦，你就开始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时尚。我常常在想，什么样的女人算是这一生都穿对了？是穿着名牌每天换造型的那种吗？还是像林阿姨那样，衣柜里只有寥寥几件衣服，却每一件都恰到好处？我想答案在她身上。她68岁只穿3种颜色，米白、灰、藏蓝。她没去追流行，没被潮牌影响，却凭这3种颜色穿出了人生的3重境界。米白是她的温柔，那是一种看淡的力量。年轻时她也争也急，但后来明白，有些事不必计较，有些人不必解释。她的米白不是颜色，是心的底色，柔软、包容、干净。灰是她的分寸，灰色让她懂得做人不必太满，说话不必太多，懂得退一步，让气氛更稳，懂得留一点空白，让关系更长。她的灰色是智慧，是边界，一种不动声色的优雅。藏蓝是她的底气，那是岁月打磨出的力量，经历过苦，也受过伤，却依然能在沉静里闪光。她不需要炫耀什么，因为她早就成了别人想学的样子。有人说，一个女人最贵的不是衣服，而是她身上那种被时间打磨出的安然。我特别认同，当一个女人真正懂得自己，她就不再需要去追赶别人。她会穿着米白、灰、藏蓝，走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慢一点也好，少一点也罢，因为她知道，气质不是穿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所以啊，别再追流行了，
流行能让你在人群里显眼，气质才能让你在人生里出众。那些能陪你走一辈子的颜色，其实不过3种：温柔的米白、克制的灰、深稳的藏蓝。这3种颜色不仅能穿在身上，更要穿在心里。当你的心安静下来，你整个人自然就亮了。女人的美从来不在流行里，而在懂得自己那一刻。你不必多彩，3种颜色就能穿出一辈子的风景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